小飞好不容易要放下对战印的痴恋了，等他真正放下，能够坦然面对战印，坦然接受战印已婚的事实，我们再告诉他。商无痕叹口气，若是让他知道海童的丈夫是他爱而不得的男人，那后果啊，我都不敢去想。海童与我们是不熟悉，但小飞跟他就很合得来，我总要替小飞想想的。可是海童现在成了你的表妹，她的闪婚丈夫就是你的妹夫了。若真是战印，他总要陪着海童来我们家坐一坐的，难不成他一直藏着掖着不见咱吗？不见他们还说得过去啊，但公婆是长辈，那海童的丈夫肯定要见一见的。我晚上约战印出来问问他，怎么安排的？是不是跟海童隐婚？海童是否知道他的身份？应该不知道。要是知道的话，海童估计不敢和他闪婚。蓝鲸提醒地道，海童说她的丈夫出差了，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。无痕，要不你现在打电话给战印，问问他在哪里。他要是在管城，那就是你多心了。他若是出差了，那他还真有可能是海童的闪婚丈夫。话说，海童当初是怎么闪婚的？小飞也没有问。商无痕想了想后说道：“我有预感啊，海童的丈夫就是战印，战家的大少爷。那天我遇到战印，战印忽然大方地请我吃饭。我想，不仅仅是他心情不错，还有可能他早就知道海童是我的表妹，他在讨好我这个表哥。蓝鲸也有可能。我现在就下楼去找个机会偷偷地问一问海童，注意点，别让妈和小飞知道，哪怕我们得到了证实，也还要瞒着，免得小飞知道了就跟海童反目成仇。蓝鲸郑重地点头，他会死守这个秘密的。海童的丈夫可能是战印，战家的大少爷，蓝鲸都很不愿意相信。战印怎么可能会闪婚啊？他眼高于顶，平时都不允许亲人以外的年轻女性接近他的，要保持在3米的距离。这样的一个男人，让他闪婚，感觉比登天还难。就算战印要闪婚，为什么和海童闪婚呢？走吧，我们下楼去。商无痕拥着妻子出去。夫妻俩若无其事地下楼。商太太正在跟海童姐妹俩说着明天晚上办宴会的事呢。管城人都知道我在寻找我妹妹，虽说我妹妹去世了，但我能找回你们俩与你们相认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。我要办一场宴会，把你们姐妹俩介绍给大家认识，告诉所有人你们是我的外甥女，以后谁要是再欺负你们，就是跟我商氏作对。商太太还记着大外甥女被前婆家欺负的事呢，海玲自己处理了，她就没有再说什么。不过回家后，她还是跟大儿子提了提，让大儿子用其他方式报复周家人，那不用伤及性命，也不用犯法，只需要让周红林失去工作就行。还有周红林的姐姐就太极品了。商无痕表示他会替表妹讨公道的，商太太才放下心来。彤彤、海玲，你们姐妹俩今晚也回家了，就在大姨家里住上几天，陪大姨说说话。等会儿用过饭后，我和小飞带你们俩去挑选晚礼服，明天晚上出席宴会。商太太说完，就对刚下楼的大儿子夫妻俩说道：“无痕啊，晶晶，你们俩负责给客人们送邀请函，凡是与我们认识的人家都请过来热闹热闹。”蓝鲸嘴巴快了点，问了句：“妈，战家与我们也是认识的，要请战家人吗？”问完后，他反应过来，飞快地看了小姑子一眼后，赶紧拍了拍自己的嘴巴，我这张嘴就知道乱说话。他还偷瞄了一眼海童，见提及战家，海童没什么反应。蓝鲸在心里腹诽，海童的婆家真是首富战家吗？商太太并没有恼了儿媳妇，她说道：“就算我们送去邀请函，他们也不会安排人过来，咱们就别自讨没趣了。战家长辈呢，没有看中他的女儿。小飞喜欢战印多年，还曾公开追求，战家长辈都没有半点表示，说明战家并不想与商家缓和关系，结成亲家。商太太觉得自己找回了外甥女是一件大喜事，不想被战家的态度破坏她的好心情，
商小飞心里痛，面上不显，他笑道：大嫂也不用介意我的想法，是妈说的不清楚。所有与我们家认识的都请，战家的确是与我们认识的。小飞，妈不会请他们的。商太太拍了拍女儿的手背，哪怕她很欣赏战家的少爷们，但两家不睦已久，别说要考虑女儿的感受，就算女儿不爱战印，两家也不会相互请客的。就在她有生之年，估计两家都僵硬的关系都无法缓解吧。无痕和战印也没有和解的迹象，下一代看看吧。太太可以用餐了。一名佣人走到商太太的身后，恭敬地道。商太太当即就对海彤姐妹俩说道：海玲、彤彤，我们先去吃饭，饭后休息休息。大姨就带你们逛街去，咱们买。大姨，我们不需要买什么的。海玲想婉拒，商太太故意不悦的道：海玲，你是不想和大姨一起逛街吗？海彤笑道：大姨，我姐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是不需要买什么，参加宴会我们也有衣服穿的，你们有是你们的，大姨买给你们是大姨的。还有洋洋，我要把洋洋打扮成个小帅哥。商小飞笑道：咱们洋洋本来就是小帅哥呀，我第一次见到洋洋就很喜欢他，那时候我还羡慕彤彤有洋洋这么可爱的外甥呢，没想到也是我的外甥。商小飞说着很得意的笑。哦，他商小飞也是有外甥的人，大家被他逗笑。海彤牵着洋洋的手，跟着商太太一起走进餐厅。他手机收到了新的信息。海彤掏出手机，点开了微信，跟他挨得近的商小飞不经意地扫了两眼，看到海彤是给战先生闪婚老公发信息，他打趣着海彤：彤彤，你闪婚老公出差后天天给你发信息。海彤笑道：他有时间就会给我发信息，不过的确每天都会联系。我们俩的感情现在好了很多，他和战印闹矛盾的事连姐姐都瞒着，更不会让大姨一家子知道，免得大姨担心。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。你们领证也有2-3个月了，感情会升温很正常。商小飞贴过来，八卦而小声地问：苏南和小军有进展吗？我现在最想知道他俩的八卦啊。苏南呢，战印最倚重的人，就还是情报世家出身，居然和沈小军相亲。商小飞想，要是把这个消息卖给于季，他都能赚一笔钱。当然呢，他不缺钱，与沈小军又成了朋友，他不会做出卖朋友的事。苏南没有自己宣扬的全世界都知道之前，商小飞都会替两个人保守秘密的，免得于季围堵沈小军，让沈小军不得安宁啊。海彤回复了战印后，轻声笑道：我姨不是说明天晚上办场宴会吗？你让我表嫂给小军送份邀请函，再让你大哥给苏总送一份邀请函，让他们俩都来参加宴会，你就可以看看他们俩的八卦了。商小飞听得两眼放光，低笑：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本来我也想请小军过来的，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新朋友，不请他参加宴会，我都觉得过意不去。就是苏南不一定会过来，那是战氏集团的总特助呢。海彤笑：你让你哥跟苏总说一句，沈小姐会来。我想苏总就会来的了。我一办的宴会主要是把我姐妹俩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，是家庭宴会，不谈工作，那苏总可以以苏家少爷的身份过来。商小飞觉得海彤的提议很不错啊，当即对兄嫂说道：大哥，你让人给苏家送几份邀请函，其中一份要给苏南大嫂，你也帮我送一份邀请函给小军，小军是我和海彤共同的好友，他下午要和母亲一起带着海彤姐妹俩逛街购物，就现在他们家当家人是兄嫂，他跟兄嫂说一声就行。商无痕夫妻俩都答应了。那另一边的战印呢，收到了海彤的回复，知道他现在商家别墅正准备吃饭，他回复他：吃饱一点，可惜我不在你身边，不能替你剥虾壳。海彤看着他的回复片刻，
才再次发信息过去，我平时都是连虾壳一起吃的。战印，小懒虫，我哪里小了？战印笑而不语。海童不服气地反问着他，还补充一句：你才小啊，你心眼小，心脏太小，小气鬼。夫妻俩在微信上你来我往的聊了几分钟，海童就说道：我先吃饭，有空再聊。你记得按时吃饭，要是饿坏了胃，我不会帮你调理的。战印发了个的表情包。饭后啊，商太太母女俩都要上楼换衣服化妆。蓝鲸趁机对海童姐妹俩说道：海玲、海童，我带你们出去散散步吧，熟悉一下环境。洋洋想睡了，我就不走了，你和彤彤去吧。海玲要抱着儿子午休，不想出去散步。她不想出去，正合蓝鲸之意。数分钟后，蓝鲸亲切地挽着海童的手臂，两个人呢边走边话着家常。蓝鲸很能聊，海童也是能说会道，两个人聊得很嗨。彤彤，我听小飞说过，你和你先生是闪婚的，你们俩为什么闪婚？蓝鲸一副很好奇的样子，问着海童。海童扭头看了看后，就说道：幸好我姐没有跟着出来，不过现在也没事了，我姐和周红林都离婚了。当初是因为周渣渣老师和我姐吵架，我知道是我的原因，我才会闪婚的。他把闪婚的原因告诉蓝鲸。蓝鲸点头，原来如此，你是救过你先生的奶奶，他奶奶很喜欢你，也是出于报恩吧，所以撮合你们俩的。他很少能见到战家老夫人，不过听自家男人说过，老太太是个平易近人、毫无架子的老太太，最喜欢瞒着身份到处玩，像个老顽童一样。只有一点，蓝鲸是想不明白呀，战老夫人那么牛逼的一个人，居然需要海童救他，感觉有坑啊。海童确定他不是被老太太早早相中了，然后故意坑他成为战印的老婆。你先生在战氏集团上班？是的。你先生也姓战？海童偏头看蓝鲸两眼，笑道：大表嫂，你是不是把我家先生当成首富战家的少爷了？我家战先生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一族，不过是有几分优秀，在战氏集团爬到了一位总的职位。事实上，战氏集团的总太多了，我家先生说他在公司里很难见得到战大少爷的一面呢。他能工作顺利，主要是反正就是有点投机取巧，抱上了苏南的粗大腿。也不知道谁抱谁的粗大腿呢，姓战的人比较少见。你先生恰好在战氏集团上班，让人忍不住怀疑啊。蓝鲸问道：你先生叫什么名字？单名一个印字。战印。是的，战少是这个名字吗？海童笑道：我家战先生是姓战，肯定不会和战大少爷同名的。蓝鲸笑道：也是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内心早已波涛汹涌。妈呀，海童的丈夫还真的是战印。天底下同姓的人很多呀，同名同姓也有，但是在战氏集团上班的人叫战印的，估计只有战大少爷一人。蓝鲸不敢相信自家男人的怀疑成了真实的。是同一个人的话，就能解释清楚战印那天忽然请无痕吃饭的真正用意了。战印分明就是提前知道海童是她婆婆的外甥女，与无痕是表兄妹，战印这是在讨好无痕这个表哥。事实上，不止你一个人怀疑我家战先生和首富战家有关，哪有巧合呀？战少是什么身份，什么地位？他用得着闪婚吗？他会跟我闪婚吗？小军总是说里的女主闪婚就能闪到个首富当老公，说我也闪婚，说的好像我也该闪婚个首富似的，终归是哪能当真？首富有几个？随便闪婚就能闪到首富啊？蓝鲸笑道：对，就是当不得真。不过来源于生活，有时候生活比还狗血呢。蓝鲸带着海童在自家别墅里逛了一圈，就借口说要回屋里午休。表嫂回去午休吧，我在这里坐坐，赏赏景啊。海童不想回屋里，
相较于屋内的华丽，他更喜欢院子里的风景布局。刚才呢，他还在围墙边看到有几小块的菜地，他猜测是他姨自己种的菜。商太太现在是豪门贵妇不假，但她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经历过穷困，现在退休在家里，不再管着公司里的事情，会自己动手种点菜，很正常。你会冷吗？冷的话，我让人给你送件我的外套给你穿。海童姐妹俩没有带着衣服过来，她们以为就是吃餐饭，闲聊就可以回家了。没想到商太太要留他们住上几天，傍晚她得回去一趟，拿套换洗衣服过来。谢谢表嫂，我不冷。蓝鲸笑笑，那你等会儿，我回屋里午休去呗，习惯了，到时间就没精神。海童表示理解，那他的生活作息也是这样。等蓝鲸回屋里后，海童掏出手机，点开微信，盯着战印的微信头像，发现他把微信头像换成了那张绣婚戒的相片。海童忍不住莞尔，心里对他的那点子不满渐渐消失。他点了视频通话，战印很快就接了。彤彤，他低沉却有点嘶哑的声音传来。海童听着他这样的声音，心里莫名的揪了揪，是因为夫妻俩又闹了矛盾，他酒吧买醉，他出差在外，怕他出事连夜跑回来，之后又得赶过去，累着他了吧？你没睡好？不是啊，我可能是感冒了，大冬天老是洗冷水澡，他有点扛不住。海童说他多穿衣服，按时吃饭，我没事，只是去喝了几杯酒，把心里的郁闷发泄出来就好了。战印看着他半晌，说道：彤彤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太敏感，是我以自我为中心，没有考虑你的感受。你是个比较独立的女孩子，我一早就知道的，却老想着你完全依赖我满足我大男人的自尊心，是我的错。我小心眼，我小气鬼，下次我再犯这样的错误，你就使劲的骂我，但不要再跑去酒吧喝酒，好吗？你酒量不好，喝醉后又哭又吐的，你难受，我看着也难受，心疼。宿醉后还会头痛欲裂，这种痛苦我也尝过，我觉得特别的难受，不希望你老是尝这种痛苦。海童默默地看着视频中的他，听着他道歉，听着他反省的话，他回想起一下那天晚上夫妻俩的通话，软的声音，战印，我是觉得那些事情我能处理好，就不用事事告诉你，不过换一种看法。哎，你反应这么大，其实也是关心我的一种方式。以后我们都给对方多一点的耐性，给对方多一点的理解。咱们是没有感情处就结合的夫妻，我不敢保证经过此事后，我们以后都不会闹矛盾。不过我能保证，以后再遇到问题，彼此先冷静2天，再平静的沟通。这一次闹矛盾，夫妻俩都受到了伤害。夫妻要过一辈子，人生路长着吵架啊，冷战、误会总会反复出现。沟通真的很重要。好啊，战印悬着的心放下来了。你感冒了，要多喝热水，下班后去医院看看。要不现在就去吧，别拖严重了。有没有发烧啊？战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，还真有点烫手呢。怪不得他觉得现在就有点头重脚轻的。不过他没有对海童说实话，没有发烧，体温正常。你别担心，我身体很好的。等会儿去药店买点感冒药吃了就没事了。你在你姨家里怎么样？你姨丈、你表哥表姐们对你还好吧？我看你脸色、唇色都有点红啊。战印，你确定没有发烧？海童观察很细微，我姨丈、表哥都很好，小飞就不用说了，我就跟他是一见如故。战印，血缘真的很神奇。我和小飞是从来没有见过面，甚至不知道对方存在的表姐妹，第一次见面就能处得很好。战印笑了笑，替我向你姨问声好。我暂时不能去拜访他老人家，新年假期我有空，再陪你去你姨家里见见他老人家。他想在去商家之前，向海童坦诚他的身份，不管海童什么样的反应，
他都会全盘接受。那用奶奶的话说，他是自作自受。我大姨理解的，我姨说明天会办一场宴会，把我姐妹俩介绍给大家认识。战印，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，我不太喜欢那种场合。你要是在我身边，我就很安心。你带给我很强的安全感，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你知道后都能想办法帮我解决摆平。战印给我一种你是超人的感觉。战印轻笑，我那是运气好，才能每次帮你解决问题。以后你有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跟我说。宴会上你也不用担心，你大姨在管城还是很有地位的，她好不容易找回你们，办场宴会把你们介绍给大家认识，也有提携你们的意思。大家看在你大姨的脸上，会对你很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我是想你在我身边，才会刻意那样说的。彤彤，对不起。战印除了这句话，不知道能说什么。不过呢，有小飞和婉君陪着我，我也安心点。至少宴会上有我认识的人吧。战印，我看你的精神越来越不好，你赶紧去医院看看。我不跟你聊了，晚上有空我再和你视频通话。要是晚上你的精神状态还不好，你给我发地址过来，我过去押着你上医院。海童认为战印是感冒了，都是硬撑的人。很多人都觉得感冒了，吃点药就行，有些甚至不吃药硬撑，但感冒也会出大问题的。海童说话的口吻不太好，但听在战印的耳里，却是他关心他，在乎他。战印是觉得头重脚轻的，但被自己喜欢的人关心，不舒服的感觉都被海童的关心赶走了一半。他笑道：晚上我没空，明天你也忙，过2天我再和你视频通话。要是2天后我还没有好转，你再杀过来把我押去医院。好，反正我现在也跟着学生们一起放寒假了，你不听话我就过去管着你，让你成为妻管严，在同事们面前丢脸。战印脸上的笑意更浓了，你这样说我都想故意不去看医生，等你过来管着我了。战印，你敢？战印故意缩了缩，我怕，我不敢。好了，不跟你聊了，你赶紧去医院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照顾不好自己。海童吐槽了他一句，就挂断视频通话，不再打扰战印。彤彤啊，姐。海童看着姐姐近前，洋洋睡着了。趁他睡着，我出来走走，当是锻炼身体。我现在每天跑步3次，管住嘴，戒掉甜食，正餐也少吃肉，努力减肥。海玲停下来说道，那3年多的婚姻告诉我，咱们女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也要保持着经济独立，不要过分依赖着男人，信他们说我养你这种鬼话，早晚都会像我现在这样子。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周红林升了经理后才变的，不就是有了钱变坏？海童支持姐姐减肥，她说道，姐每天跑步3次吗？早上和晚上跑就可以了啦。吃饭的时候她也留意到姐姐不怎么吃肉，闲聊时那些甜品姐姐是一点都不碰，那以往姐姐是很喜欢吃甜品的。坚持每天跑3次步，减肥的效果更明显一点。为了恢复苗条的身材，海玲对自己也狠，她争取在她的早餐店开起来之前恢复婚前的体重。她还年轻，过了年才31岁，不能因为离了1次婚就自暴自弃，她要重新站起来，开始她的新生活。彤彤，陪姐姐走一圈啊，海玲邀请着。海童笑，陪着姐姐在商家的院子里走着，偶尔也会小跑。主屋2楼的某间房的窗前，有对夫妻俩看着在院子里中跑的姐妹俩。蓝晶问着身边的男人无痕，你说海童知道他在不知不觉间就成了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他是什么反应？商无痕不接话。他不知道海童会是什么反应，他只知道若是妹妹知晓，必定会发疯发狂，跟海童反目成仇。转身他离开窗前，回到床上坐下，想了想后还是打电话给战印了。战印接到商无痕的来电，略一迟疑就接听了。商总啊。战印，现在方便吗？
我请你喝咖啡。就在你们管城酒店1楼的咖啡厅，战印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难得商总请我喝咖啡，按理我该赏脸的，可惜我现在不在管城，想赏脸也赏不了，先记着账吧，等我回去后商总再补上。你在哪里？出差了。商无痕在心里骂了战印几句，如果说知道海童闪婚丈夫的名字时还不能确定是战印，那么现在战印说他出差了，商无痕就可以肯定战印就是海童的闪婚丈夫。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商总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请我喝咖啡。战印，你少给我装蒜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海童戴着的婚戒和你戴着的是一对儿的吧？哎，你那个只看到手看不到长相的妻子是海童，对吧？战印默不作声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，他的默不作声在商无痕看来就是默认了。你们俩什么时候领的结婚证呀？是海童上热搜之前吗？你早已为人夫了，也不吭声，害得小飞为你疯狂，还跑去你公司门口公开向你表白，让小飞成为全城的焦点，你依旧装着高贵冷冽，任人看小飞的笑话，笑他苦追你也追不到，笑他明知道你与我不对盘还要喜欢你，笑他自讨苦吃。你为什么瞒着海童？你的身份是首富战家的大少爷。商无痕越说越愤怒，想到妹妹为了战印天天跑去纠缠战印，结果战印早就悄悄地和海童领了结婚证，就让他的妹妹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。如果战印一直都不透露消息出来，不戴上婚戒，估计小飞还要一直为他疯狂。你又打算瞒海童到什么时候？你不知道海童和小飞成了好朋友吗？他们俩现在还成了表姐妹，让小飞知道海童的丈夫就是她爱而不得的战大少爷，小飞会怎么想？海童又怎么想啊？表姐妹又如何自处？无痕。蓝晶见丈夫打电话骂着战印，忙走过来，提醒着丈夫：你小声点，别被妈或者小飞听到了。商无痕深吸几口气，对妻子说道：晶晶，帮我倒杯水过来，我骂人骂得有点渴了。好。蓝晶转身走开，给丈夫倒水去，还不忘提醒丈夫要小声点，别太激动。电话那边的战印等商无痕骂完后，他淡冷的道：那是我和海童的私事，不必向你解释。战印，商无痕气得咬牙切齿，你嚣张，再嚣张，再狂，我就把你的真实身份捅到海童的面前。商无痕，这是我和海童的事，我隐瞒身份有我的想法，有我的理由，什么时候坦白，我心里有数，不需要告诉你。我对令妹从来就没有过爱意，在她向我表白之前，我和她连说话都没有说过，不存在我欺骗她。她对我的好感，那是她的事，我控制不了她，也无法阻止她。战印声音低沉，就算海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她和我的缘分是由我奶奶一手牵成的。当时她未婚，没有男友，我未娶，没有女友，我们在一起不犯法，也没有道德上的不妥。他没有对不起商小飞。商无痕说的那些，战印其实也担心过，他担心的是商小飞会对海童不利。你商无痕还想骂他，一时间又不知道怎么骂了。商总，我现在不方便和你沟通，等年后有时间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们再慢慢沟通。还要年后？也对，你现在不敢露面，心虚吧？做梦都想不到海童会是我商无痕的表妹吧？商无痕话锋一转，对战印说道：战印，叫我表哥，让我听听。战印直接就挂电话啊。商无痕被挂了电话反而不生气了，他冷笑着：战印，有种的你就一直不叫我表哥，我就不信我整治不了你。蓝晶给他倒来了一杯水，听到他后面那句话，说他都成了亲戚，还老是说整治整治的。不管战印出于什么原因隐瞒身份，他都是海童的丈夫。我跟他斗了那么多年，难分胜负，难得有机会爬到他头上去，我不作威作福几天，就太对不起这个好机会了。商无痕接过了水，
喝了2口，现在我被战印气成这般。那等他出差回来，肯定要找他讨回来。他请我吃饭的时候呢，我要通知海童，当着海童的面，他难不成敢不叫我表哥啊？老婆，我一想到我的死对头要叫我表哥，我就乐不可支。我看你是气得发狂了。蓝鲸好笑地说，他同辈的战印不叫你表哥，你还能撬开他的嘴巴，逼着他叫你。他不叫，我就在海童面前给他穿小鞋，说他没礼貌，不会叫人。他可以预见自家男人和战印将会有一场不显山露水的恶战。战印被商无痕识破了身份，一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。挂了商无痕的电话后，他略一深思，就放下心来。商无痕那么愤怒，都是心疼他的亲妹妹，并不是心疼海童。在商小飞没有彻底放下对他的感情时，战印都不担心商无痕把他的真实身份捅到海童那里去。不仅如此啊，商无痕还会想方设法帮他瞒着呢。以后他在商无痕面前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海童秀恩爱。等他出差回来，请商无痕吃饭的时候，他要好好的表现，免得商无痕仗着是海童的丈夫，故意挑他的刺儿，故意在海童面前给他穿小鞋。至于叫商无痕做表哥吗？他就是不叫商无痕还能咬他。哎，好难受呀。战印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，那最终呢是扛不住，打电话让人去药店帮他买感冒药。苏家别墅位于2楼的书房，那是苏少主日常办公的地方。此刻呢，苏南上半身撑趴在书桌上，凑过去看着苏少主在工作群里给大家发信息，是在安排保护战印的隐私问题。苏少主告诉大家，战印哪些事可以放出来了，哪些事还得捂得严严密密的。战印的隐私能被捂得严严实实的，连于记者都挖不到，就是苏少主的功劳。哥，说吧，你这么厉害，我想外面的人对你肯定很好奇。苏少主就抬头看他2眼，说他战印不是给你牵了红线吗？大周末的不去追妻，窝在这里看着我工作，让你帮我的忙，你又说你更喜欢在战氏集团做牛做马。苏南，我晚上约了未来的小舅子吃饭。苏少主赏他白眼，你是追妻的，不请沈小姐吃饭，你请沈小姐的弟弟吃饭，你这样子什么时候能脱单呀？走小舅子路线啊。你傻呀，走小舅子路线，你应该走丈母娘的路线。不，最主要是搞定你未来的岳父大人。丈母娘倒是容易，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的。苏南抿抿嘴，笑道，每条路线都走，到时候全家加工沈小军，他就只能躺入我怀里了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。苏南马上作证了。进来。书房门被推开，一名保镖拿着一份邀请函进来。苏南还以为是有人邀请少主参加宴会，没想到保镖径直走到他的面前，把那份邀请函递给他，恭敬地道，南少，这是商家大少爷派人送来的邀请函，商家明天晚上会办一场宴会，邀请南少参加。我的。苏南狐疑地接过了邀请函，嘴上说道，商家的宴会，商无痕特意让人送过来，明天晚上就办宴会，这么急的？别人家办宴会都会提前几天说，有些提前10几天，让客人有个准备。商家这是临时临急准备的吧？想到商太太认回了2个外甥女，苏南猜到商家宴会的真正目的。哇，商太太这是要把2个外甥女带入管成上流社会这个圈子。呵呵，战印怎么想呀？商大少爷还让人带来一句话给南少。什么话？沈小姐也在邀请之列。苏南眸子闪烁，他笑问着保镖，商家的人走了，还在外面等着南少的答复。苏南连邀请函都没有翻开来看，就对保镖说道，跟商无痕的人说一声，我明天晚上准时到。好。保镖恭敬地退出去。苏南把邀请函放在书桌上，我感觉，我以后遇到商无痕都不能把他往死里对了。
沈小姐与伤无痕又没有关系。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应该留给战印说的。苏少主安排好工作后，放下了手机，身子往后靠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你明白你哥我到现在都不想结婚的原因吧？那是大哥还没有遇到有缘人。你看看战印以前多硬呀，现在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投降。海童只要不理他就发飙，一件事没有及时的说出来，他就能和海童吵闹好几天。沈小军和商小飞关系也不错，商家办宴会请沈小军是必然的，还给我送份邀请函来，就是为沈小军考虑的了。人家都给我制造机会了，我总不能再把人家往死里，对吧？战事与商事不对盘，以往他帮着战印没少给商事挖坑，算计商无痕跟商事抢生意。在商事提到战印和他苏南，人家那是恨得牙痒痒的。要不是他背靠着大树，他早就不知道被人套了多少次麻袋。出来混的，迟早要还。苏少主说了句，人跟着起身就往外走，我要出去了。大哥，你又去哪里？反正你不会喜欢跟着我的。苏少主在家的时间是真的很少啊。出去做什么，别人也不知道。苏南也跟着起身，还不忘拿起那份邀请函，跟着苏少主的身后出去，嘴上说道：“我去买点东西，晚上给沈晓峰带回去给他姐。”苏南觉得走小舅子路线，不仅要和沈晓峰打好交道，还不能忽略正主，经常让沈晓峰给他姐带礼物，那是在沈家一家人面前刷好感。